最疯最傻是渴求，谁又能够拥有？嫂子，我得出趟远门。多远？比渭城还远。多久啊？这不能告诉你。那一定是书院派你执行的重要任务，可能是唐王要你执行的秘密行动。你怎么知道？那我们得带些厚衣服。你怎么知道我去极寒地带？我们还得把我今天熏的腊肉也带上。你怎么都知道？咱们还……嫂子，这次我得一个人去。少爷，你平时出门都是带着我的。桑桑，少爷不想。老比斋是咱们的家，我不在的时候，要把家看好。行了，你快去做点饭吧，少爷饿死了。对了，少爷，公主派人来送了请柬，邀我们去公主府吃饭。这次你可一定得去了。看来他也知道了。陛下，给我。臣妾谢谢陛下。怎么了？陛下派13先生率领书院众弟子前往荒原，代替了唐兵。臣妾替荒人感谢陛下。让书院的年轻人去实修锻炼，也是好事。来，臣妾明白的。陛下看中了13先生是夫子的亲传弟子，父子胸怀天下，待我们荒人并无世人的差异。若不是夫子，夏天也不可能和陛下在一起。童爷，今天的药，你是不是加了青叶藤在里面？
陛下猜得真准。特别像。陛下净说笑，药哪有香的？跟平时的不一样。你看，这只。拜见公拜见主殿下。公主殿下。快快免礼。我们能出去玩吗？好啊。你们也先下去吧。是。13先生，这边请。这山阴郡送来的盐茶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殿下，我们能不能省略那些陈腐的寒暄以及以物言情的俗套，直接说正事？要知道，你我都是年轻人，没必要学那些老人家世来谈去。非去荒原实修不可吗？书院学生，责无旁贷。这责无旁贷4个字从你嘴里说出来，还真让我意外。虽说书院的新生都要去荒原实修，可据我所知，登上2层楼的修行者，可以选择不入室，免去实修，这也是书院的规矩。是我想去。我知道，你是大名鼎鼎的疏壁虎砍柴，可这次的敌人并不是那些马贼，西陵的修行者，南境剑阁的弟子，甚至还有月轮国的苦修，就连大和墨池院也派去弟子前往，可谓强者林立。殿下担心我是要被人欺负。我已经连夜写好奏章，若你愿意留下来，我就有办法让父王同意。多谢殿下好意。不过这次荒原实修，对我宁缺来说，是一次难得的机会。是一次满足你野心的机会吧？不错，这点你我非常相似。所谓野心，若是用在正确的地方，便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动力。或者可以换一个词，理想。那你的理想是什么？我的理想，陛下最明白，所以派我去荒原。难道13先生心里只有书院跟陛下，就没有？有，公主殿下。我去荒原这段时间，桑桑就拜托你照顾了，别让别人欺负他。大可放心，若有人敢欺负桑桑，我会让他生不如死。别那么残忍，直接让他死吧。来照顾我呀！啊，哎，哎，哎，
小蛮，肯定是躲起来了。小蛮，抓住！哎呦，小仙女又下凡了。哎，这小手揉的，哎呦，这小脸儿，你在看什么呀，你这？你这拥抱，好久不见，长毛。王姐，她欺负我。殿下刚才向我保证，桑桑再也不会被人欺负。可是我刚才过来，看见我家桑桑，不会重复第二次。这种事情，以后最好不要再发生。告辞。阿妈，刚才我看见舅舅要牵桑桑。哎，摊上这么个弟弟，算他倒霉。可是他毕竟是个皇子。皇子又如何？还不是个废柴。明师师兄，是来给三皇子上课的吗？是啊。那小子被马蜂蛰了，可能今天动弹不了。是吗？那我得赶紧去看看。那小子十分顽劣，陛下曾经跟我说过，若他不听管教，狠揍便是。师弟是陛下的宠儿，明迟可不敢得罪那厮。那你就等着他骑你脖子上吧。告辞。宁师弟慢走。少爷最近经常表现得很骄傲得意啊。你看啊，桑桑，2年前我们只能掺和未成酒馆主权分配的事务，现在啊，我们已经能掺和帝国王位分配的事务。你家少爷能不得意吗？那我们应该算是公主派吧？公主派，吓唬着王后的人，我们只能站在王后的对立面。那就是公主这一边。如果非要站队的话，也只能这样了。少爷是不是不喜欢这样？是啊，有一句话叫“人在江湖身不由己”，得待价而沽，卖个好价钱。不过挺有耐心等待。眼下价钱还不错，可以开始卖了。是不是所有的癞蛤蟆都想吃天鹅肉？也不是，有些癞蛤蟆就喜欢吃又黑又脏的臭泥鳅。少爷，你是说我又黑又难看？你终于可以脑子想事儿了。越想越觉得这件事情很划算啊！什么很划算？少爷娶了公主，那我们就能顿顿下馆子，天天酸辣面片汤。桑桑，你能不能想点好的？我们得是东宫娘娘烙肉饼，西宫娘娘包大葱。这个好，肉饼四海，大葱四山。给我金山银山，我也不娶她。少爷，您一直瞧不上公主，但其实她这个人不错。好人也罢，坏人也罢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刚才不是还说待价而沽，等着卖个好价钱吗？还有什么比公主价钱更高？卖艺不卖身，口是心非。与君相逢，寒枝露成梦。心生欢喜，一眼映永恒。湖边秋风，浪尖侧影。默契借着诗与歌，托起朗朗的心声。我只有
有什么话进来说，别在外面鬼鬼祟祟的。岁月漫苍苔，于这变迁，牵我心怀。山主，弟子们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明日启程，赶赴荒原。是，山主。山主，听说这幅鸡汤帖的主人书院的13先生，这次也去荒原，兴许能和他见上一面。见他做什么呀？我是喜欢他的字，又不是喜欢。就算天地颠倒，唯独有我的你。一场风，看看，脸都红了。俗话说字如其人，山主日日临摹这幅帖子，想必对字的主人用情至深。那位13先生若是见到山主，一定会惺惺相惜，如意知己。这是捡讨打。唉，什么事？说句实话，还要讨打。山主，我有预感，这次荒原之行定能成就一段佳话。还说，山主，书圣来了。师父。你跟我来。这图要收好，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。这是？此图乃我墨池院开山祖师所留，这上面有魔宗山门的位置。你此去荒原，一定要想办法找到魔宗山门。也许天书就在那里。名字卷天书。对。师父，西陵派出了西陵骑兵，陈家公主随西陵骑兵先行前往，我们可在金帐会合。传我的号令，此去荒原要提防那些唐人。师父，我月轮国和唐国不是一向修好吗？这是我王兄太过愚蠢了。他身为国君，却一味迎合唐国。唐国这等礼数败坏、无信仰的罪恶之地，我的邪念沾了他一粒灰尘，我都会感到恶心。是，师父。敬礼！此次荒原之行，各门各派最优秀的修行者都会前往荒原。你们作为剑阁的弟子，命可以丢，但我剑阁的骄傲绝不能丢。丢脸的人，就不要回来了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在此见胜。
小师弟，二位师兄，我要去荒原。小师弟，你就要去荒原了，这把元石3剑，你一定用得上。还有这刻着符文的坡刀。平安回来，我们等你。多谢二位师兄。少爷，喝点水。少爷，以后到了荒原，你要到了荒原，我会好好照顾好自己的。少爷，如果要是遇见了敌人，你可千万别像个傻子一样冲在前面，能躲就躲。现在天凉了，你可千万别睡在风口，身下多垫些皮子，别喝冷水，别吃冷饭，要是吃坏了肚子可怎么办？知道了，还得多带点银子去。银子就不用带了，书院肯定是包吃包住的。少爷，那几把破刀还磨吗？当然了。少爷，你从书院带回来的那厚沉的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？元石3剑。元石3剑是什么？武器啊。有了破刀，还要武器干嘛？桑桑，耐心才是最厉害的武器。对，耐心很重要。我现在只剩下耐心了。少爷，你头发乱了，我再给你梳梳头吧。行。那一年的星空，清澈的像你眼眸。这一刻的秋风，吹不走心中寂寞。原来最痛最爱是拥有，最疯最傻是渴求。谁又能够拥有一整片宇宙？当我松开你的手，为何心越来越痛？明明我不难过，我不脆弱，为何眼泪却在流？此去荒原，南迁的荒人并没有那么可怕，你最要提防的反而是身旁的人。总之，一切都要小心。徒弟遵命。你此去荒原，为师的要交代你一个至为紧要的事情：拿到7卷天书的名字卷。什么天书？来，快！无数年前，荒人号称最强的国度，那个时候昊天道就派出前一代的光明大神官前往荒原，他们想把荒人纳入昊天神辉之中。光明大神官就带着那卷天书前往荒原，可是没有人想到，教义精湛、德望高深的光明大神官，竟然在荒原悟出了一种与正道完全截然不同的修行法门——魔宗功法。他开创了魔宗，成了西陵的不世之地，然后那卷天书也就留在荒原了。20几年前，魔宗被中原的正道消灭殆尽，可是就没有一个人能找得到那卷天书在哪儿。
魔宗和昊天道竟是同宗同源。没想到吧？哈哈。这次荒人从极北的韩域南迁，西里一定会想尽办法把那卷天书找回来。这天书什么样？有人说那天书上记载着昊天传递给人间的意志，有人说那天书上记载着对世事的预言，也有人说那天书本身就是一种凝天地之威的无上法器。总之，在昊天道，天书一直被视为神物。既然是前代光明大神官带走了它，那我想取回这书的最佳人选应该是现任光明大神官。按理说是这样，但是在10几年前发生了一些事。总之，这卷天书啊，绝对不能落入心怀叵测的人手上。你这次一定要找到它，带回来，而且悄声无息的，而且要抢在西陵、岳伦、南境这帮人之前，知道吗？徒弟当尽全力，定不辜负师父重托。这道符在最危急的时候可以用。我猜这道符是您竭尽全力想保住徒弟的小命。这次前去荒原，各国都会派出年轻的修行者，在约斯、天医院也会派出高手。或许啊，你会在荒原中再度遇到龙青。如果遇到他们，打不赢怎么办？他为你想办法打赢，实在打不赢，想办法逃命，留着命回来。会是他好好教，有一天就可以打赢。雷师请受徒儿一道。夫子他老人家常年游历天下，不知道是否在寻找冥王。这些年荒人南迁，说是因为极北韩域的黑夜不断变长，难道说真的有夜幕遮心的那一天？传说永夜将至，但谁都不知道是否是真的。可是有人用这传说行罪恶之事。陛下还是在想着林光远将军一案。夏侯是镇北大将军，驻守边关，朕不担心他守不住民，甚至也不担心他会带兵叛回荒人部落。那陛下担心的，或是怀疑的，是他和西陵的关系。朕了解自己，也了解他。夏天，朕知道你想说什么。
但是你什么都不要说，什么都不要管，这是你答应我的。那些年，正跟随夫子学习，有句话我记得最清楚：世间上有很多刚强勇敢的人，在他们第一次妥协之后，便是一直不断妥协，有时候连他们自己都不明白这是为什么。夏侯为了掩盖你和他的关系，甚至不惜杀死那么多无辜的人，在朕看来，这是多余的。就算西陵知道朕的王后是魔宗圣女，他们又能如何？陛下对夏天的好，夏天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报答。朕早就想说这些话，只是今天才找到这个契机。陛下，其实夏侯做的这一切，也都只是为了我。这是个借口。夏侯当年离开魔宗，但他心里还有魔，这魔让他隐忍，也让他变得更加疯狂。但愿他不会醒来。此去荒原，宁缺代表的是书院，所以就算粉身碎骨，他也不能辱没书院的威名。威名固然重要，但小师弟的性命更加重要。若是夫子在，他也会这样认为。想必颜色大师已将寻找天书的事告诉他。这正是我担心的。想当年，小师叔柯浩然单剑破魔宗，也没得到天书。若宁缺想找到天书，就必须要深入天气山，以身犯险。但如今他修行的实力有限，我希望他量力而行。那我就送他件礼物。什么礼物？雨莲先回旧书楼了。你从荒原回来之前，咱们两个见不着面了。你带着那些小豆包，你以后就是小豆包的头。荒原的时候，你可千万要小心，毕竟你的修为那么差，荒原的强者有那么多。行了行了，这宗头怎么那么大呀？那些强者究竟有多强？反正每一个都比你强。我听说夫子和大师兄又在荒原，他们会罩着我的。夫子还不知道云游到哪儿去了呢。我听说夫子每次周世界就只带着大师兄，他怎么不带着你啊？你每天说你最得夫子宠爱。看不出来呀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夫子受世人敬仰，我们当弟子更应当如此。
而且没有谁能像大师兄那样，把夫子照顾得妥妥帖帖。也是。我问你个问题啊，如果你出远门，你是愿意带一个调皮的孩子，还是愿意带一个会煮饭的老婆？我告诉你啊，带桑桑，就不带你。走吧。必胜饼，你不会亲自跑去必胜居购买这个饼吧？你看清楚，这是本天才独家秘制、亲手制作的必胜饼，你上别地还没地儿吃呢。剩了别地儿没得吃，那我现在就吃。等会儿，还有东西给你。还有什么东西啊？太多东西我拿不下了。这是什么呀？桑桑不能同你一起去了，这个给你。哇，大通天丸，你想得美！这个东西你可得放好了，你吃之前千万别沾水啊！这么麻烦？关键时刻能救你的命。谢12师兄，这次真走了。平安回来。拂晓上西楼，昨夜风已入秋。你可不许哭啊！当过酒，青山远情悠悠，诚心泛轻舟。书声浪，细雨凉，我闻清风。与我红尘走一场，那年春天桃花香，借来桃花配酒尝。世间逍遥，人生如题纸儿笑。我想众生多喧嚣，求不得解药。宁缺拜见3师姐。拿着，一入荒原立刻带上，出了荒原马上摘下。记住，这是什么？不要多问，它可助你搭弓射箭，关键时刻保你平安。按我说的做，方能保命。这么厉害，多谢3师姐。平安回来。遇险的时候方能保命，这么个扳指怎么保命？宁缺拜见9师兄，拜见10师兄。这是我二人的一点心意。荒原长路漫漫，总有寂寞时分，心中烦闷时便可打开。多谢2位师兄，平安回来，我们等着你。师弟告辞。希望小师弟会喜欢。宁缺拜见7师姐。那，我送你的礼物。7师姐，我这个大男人拿一个绣花手帕也用不上。怎么，你不喜欢啊？没有，特别喜欢，比我家桑桑手艺好多了。平安回来吧，7师姐在这儿等你啊。师弟告辞。臭小子，到时候你就知道7师姐的厉害了。小师弟，宁缺拜见5师兄，
拜见八师兄。小师弟，这是我和你五师兄特意为你绘制的棋盘，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好好静下心下一盘棋。我都走投无路了，怎么还能静下心来专心下棋？你会的。多谢二位师兄。平安回来，在这等你。小师弟，宁缺拜见十一师兄。十一师兄，你不会也想送我礼物吧？被你猜对了。你该不会是想送我个问题？我老十一什么时候这么无聊？来，送你个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荒原啊，难免有些磕伤碰伤、撞伤擦伤、割伤划伤跌伤压伤冻伤灼伤。十一师兄，宁缺一定完好无损。多谢师兄。小师弟，平安回来，我会想你的。师兄保重，师弟告辞。宁缺拜见二师兄。你师兄师姐都送你很多东西，我也没什么好送的了，所以我就送你一个问题。啊？嘿，只能说声抱歉，忘了时间的你有些茫然。远看在天边，近看在眼前，光阴就在转瞬之间，看开一点，人生依然。嘿，借着我来改变。就算只守这天，不过一段，不用太执念，不用说抱歉，树叶不会情歌之岸，泪落离散，不如不见。长夜漫漫，别留遗憾。然后这世间是非恩怨，万一千言表演，为你铤而走险。不长爱已把伞，也将只剩不染。站在天昏地暗，灯火阑珊，看冲破黑暗，绽放火焰，换了天地人间。怎么一路向前？南飞燕，天与雪，热海畔最意外。穿越刀光剑闪，情依然。穿越刀光剑闪，情依然。